说到博物馆，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些历史文物或是漂亮的艺术品，但有些博物馆的展品不止怪到让人看不懂，甚至连生殖器啊、排泄物都被展出来。他们到底想干嘛？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7种超级猎奇的博物馆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说到博物馆，你会想到哪里呢？是巴黎的罗浮宫、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还是台湾故宫呢？根据《世界博物馆》这本书的目录目前全世界呢至少超过55000个博物馆，而且展出的内容呢不只有蒙娜丽莎的微笑、翠玉白菜这种超级艺术的作品，还有很多的博物馆呢收藏着奇怪的展品，像是生殖器啦、排泄物，或是各种不知道在干嘛的失败发明，甚至连失恋物品都有。那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博物馆？这些奇妙展品又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现代机车上装的 ABS 刹车系统一开始是为了飞机设计的吗？统计指出，大约有47% 的飞行意外发生在飞机降落的时候，因为高速着陆的刹车力道难控制，一不小心就可能锁死打滑。1940年代，航空工程师为了避免意外，制造出了第一代 ABS 防锁死刹车系统。这套系统能够自动调节刹车力道，反复的释放和施加刹车力，让轮胎保持适当转速，避免锁死而造成飞机打滑偏离跑道，甚至翻覆意外。这辆飞机用了都说赞的刹车系统呢，在1960年代开始被加装在高阶款的宾士汽车上，而汽车用了也说赞之后，许多机车现在也都配有 ABS 了。就像防止飞机打滑一样 ，ABS 能够在机车紧急刹车、路面湿滑时有效的防止轮胎锁死。交通部的统计也显示，驾驶 ABS 系统机车能够降低30% 的事故发生率，比 CBS 更能够保障骑士安全。那虽然配备 ABS 的机车售价比较高，但发生意外要付出的事故代价更加昂贵。如果你正准备购入新车，建议你平安驾驶，记得要选 ABS 哦。首先，如果你对各式各样的鸡鸡有兴趣那可以考虑来参观这间位在冰岛的阴茎博物馆。馆内呢，总共收藏了大概280件左右的阴茎标本。这些标本呢，来自于90多种不同的动物，不只有鲸鱼啊、海豹这些海洋哺乳类，有大象啊、长颈鹿等等的陆地动物，而且尺寸一应俱全哦。从小到要用放大镜看的这个仓鼠阴茎，到重达70公斤、长度有170公分的鲸鱼阴茎都有。博物馆里面呢，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传说生物，像是精灵啊、人鱼，甚至是洞穴巨人的阴茎目录。但有个比较可惜的地方是，目前博物馆的人类阴茎呢，是来自于一位95岁的捐赠者。那整体来说，保存状况不是特别的好。所以目前呢，博物馆呢正在热烈征求更好、更大、更年轻的阴茎。只要你觉得自己符合需求，欢迎洽询这个博物馆来捐赠。那虽然这个博物馆听起来蛮猎奇的，但创立的故事却意外的单纯。1974年呢，有位叫做哈特森的冰岛历史学者收到了一条干燥的公牛阴茎，从此开启了他的鸡鸡收集之路。根据他的说法收集阴茎呢，就像收集任何东西一样，你永远不会停止，你永远无法满足，你总能得到一件更新更好的。后来1997年呢，他获得了市议会拨款支持，成立了阴茎博物馆。参观的人呢表示说，这里不只没有色色博物馆的规划还非常的有教育意义，甚至能让更多人了解冰岛，认识到冰岛人对于性开放的态度。甚至呢，博物馆旁边呢还附设这个阴茎小酒馆，让大家呢看展的同时也能够享受美食。阴茎可以有一间博物馆，那套在阴茎上面的东西呢，当然也可以。泰国的曼谷呢有一间小小的保险套博物馆，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各种大小、形状、包装品牌，甚至是各种口味的保险套。而且除了男用保险套呢，也有女生用的，甚至博物馆呢还有提供润滑液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收获满满。最特别的是，博物馆里面呢还有一些专业的测试设备，可以让参观者透过充气啊、灌水等等方式，亲眼见识到保险套的强韧以及耐用度。那为什么曼谷会有这样子一间博物馆呢？其实是因为泰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保险套出口国。泰国的公共卫生部为了让大家多多了解保险套的使用方式，同时也消除对于保险套的刻板印象，才设立了一间这样子的博物馆。那介绍完了2个跟性有关的博物馆之后呢，下面这间对于人类很重要的生理需求也有关系。位在日本东京的便便博物馆呢，是一个互动式的展场到处都可以看到5颜6色的可爱便便。一进了展间呢，你需要先坐在马桶上面，用力伸出属于自己的便便。接下来呢，就可以去跟各种便便产品互动拍照，或者操作很多有趣的游戏。这个展场呢，还有一个便便守护神所镇守的这个区域据说呢，去到那里你就会很快的产生便意。目前呢，这个行动博物馆已经去过像札幌啊、福冈、广岛，现阶段呢会暂时的待在东京。
而如果你不喜欢可爱版的便便，想要更真实的体验，也可以去参观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便便博物馆。这间博物馆的创办人呢，拥有8000多个粪便化石，其中还有一个是目前世界上面最大的恐龙粪便化石。这个化石甚至还有名字，叫做巴纳姆。创办人认为呢，这些粪便化石呢，就像是时间胶囊，可以让我们了解古代生物的饮食、行为还有生活环境。那介绍完几个生理相关的博物馆之后呢，接下来的博物馆呢，就比较着重在心灵层面了。首先呢是失恋博物馆，他们会收藏来自于全球各地的失恋信物。这些物品看起来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但搭配上背后心碎的爱情故事，就有了新的意义。比如说呢，这把斧头是来自于一位被劈腿的人，当他发现自己被绿了，就买下这把斧头。等等，这故事没有人或动物受伤，请大家安心的看下去。他在分手之后呢，每天都用这把斧头破坏前任伴侣所留下来的家具。后来这把斧头就变成他的疗伤小物，最后变成了博物馆最受欢迎的展品之一。那除了克罗埃西亚的这个萨格勒布以及泰国清迈的2个固定展馆之外呢，失恋博物馆也会不定期的挑选信物跨海巡回展览，同时也会在不同的国家收集新的故事。失恋博物馆的2位创办人呢，原本也是情侣，当他们结束关系的时候呢，2个人都不想要直接丢弃这些充满回忆的物品，所以才开设了这个失恋博物馆的艺术计划，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失恋信物。而失恋博物馆的故事呢，也启发了另外一个博物馆诞生，它就是失败博物馆。据说失败博物馆的创办人威斯特呢，在参观失恋博物馆之后受到启发，认为大家总是注意到成功，却不会去讨论失败，所以他就开始收集一些不受市场欢迎的产品，比如说 Google 眼镜啊、咖啡口味的可口可乐，甚至高露洁推出了牛肉千层面，对，是真的可以吃的千层面。然后呢，他们的观察当中呢，还有一个看起来超像恐怖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面罩。这个面罩呢，原本是想要透过微量的电极，让使用者的皮肤恢复年轻的光彩。但听说这个面罩用起来呢，感觉就像是有1000只蚂蚁在咬脸，难怪现在会出现在博物馆里面。但话说回来啊，目前呢，失败博物馆里面呢有200多个展品，而且持续的增加当中。创办人想要透过这些很闹的展品，让大家知道失败是继续创新的条件之一，希望大家可以正视失败，同时学习承担有意义的风险。不过有的时候越糟的东西越惹人爱，就像是呢糟糕艺术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如果不够糟，可是不能够展示的哦。糟糕艺术博物馆呢，位在美国波士顿，他们的展品呢，据说有多达500件，而且想要成为展品，还要经过非常严苛的审核。首先呢，必须是原创作品，再来这幅作品呢，需要有严肃的主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个作品要有严重的缺陷。换句话说，就是画家呢需要很认真的去画，但成品却非常的糟糕才行。那如果你是刻意搞怪的，那是没有办法入选的。这个糟糕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花田里的露西。据说这幅画呢，当初是在垃圾堆当中被找到的，然后就变成了博物馆的第一个展品。根据露西的孙女表示呢，画中人的脸绝对是祖母，但是其他地方简直错得离谱。他觉得画里的这个祖母呢，好像只有一个乳房，而且手脚的比例也不太对。重点是背景的花跟黄色天空也不知道是在干嘛。创办人说，这座博物馆并不是想要嘲笑艺术家，而是想要表达敬意。因为他们虽然呢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但还是坚持创作，非常值得敬佩。那刚刚讲了一连串的失恋啊、失败的故事，最后我们想要来换个角度看看人生比较美好的一面。要怎么感到幸福呢？位在丹麦的幸福博物馆或许有答案。馆长麦克威根呢是哥本哈根快乐研究学会的行政总裁，多年来呢他专门研究获得快乐的方法。在博物馆当中呢，你可以透过图表啊、模型来理解快乐的科学，以及让我们感到快乐的生理原因。比如说呢，博物馆里面有展出大脑透视模型，你可以看到所谓的快乐荷尔蒙，也就是血清素啊、脑内啡催产素，还有这个多巴胺等等的荷尔蒙是怎么样在体内产生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北欧国家好像比较幸福？关于这个大哉问呢，展馆也采访了当地人，请他们说说自己感到幸福的原因，以及觉得特别幸福的时刻。有趣的是，博物馆设计了很多的互动桥段，观众呢可以在观展时留下对于幸福的想法、自己私藏的快乐秘诀，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幸福事件等等。希望透过这些回馈，启发更多人找到幸福的灵感。在看了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之后呢，我们忍不住好奇这些地方真的可以叫做博物馆吗？结果查了资料才发现原来最早的博物馆呢，就是以猎奇为主的。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呢，欧洲贵族开始疯狂的搜集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像自然标本啊、考古文物、异国艺术品等等，然后透过这个珍奇柜来展示自己的收藏。有人认为呢，这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
直到17、18世纪，越来越多的私人收藏开始对外开放，并且采用更科学、系统化的方式来整理展品。同时，公共博物馆的概念也慢慢的形成，然后博物馆才逐渐的变成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那虽然我们刚刚介绍这些博物馆看起来都有点奇妙，但我们觉得他们的背后策展逻辑以及创立的初衷都有很特别的含义。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这些博物馆走走，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如果你有其他推荐的博物馆，也很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你的口袋名单哦。好的，我们也想问大家，通常你去参观博物馆或是特展的时候，最在意哪一个部分呢？我就是想要看超多厉害的展品，越多越好。比策展逻辑跟参观动线，不喜欢逛起来很混乱。所以展览的说明资讯一定要写清楚哦，最好呢还有语音导览辅助。其他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哦。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去认识这些超酷博物馆。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我们的树洞信件展，还有大英博物馆。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